中国神话之中的冥界在汉朝时出现雏形，冥界融合了佛教、道教、儒家的思想观念，也将菩萨、帝王、阴阳五行学说产生的神祇一个个的安排在了冥界之中。这些神祇在冥界之中虽然不像天上诸神那般逍遥自在，但却有着掌管六道轮回、勾魂索魄、安顿三界的实权。佛教安排了地藏菩萨在地府之中主掌度化三界众生的神职，道教也不甘示弱，安排了酆都大帝执掌罗峰山这一修道成仙的宝地，而儒家的手法更是高超，将整个地狱十殿阎王所评判罪人的标准都定为了仁义礼智信来作为标准，在无形之中把控了整个地狱的道德标准。但凡是违反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标准，生死簿就立刻将此人减寿之后投入地狱之中受罚。虽然儒释道三家以各自的能力来影响冥界之中的秩序，但阴司地狱之中却有着一个重要的职位被儒释道三家同时盯上，最后竟由一位女性神明掌控。这个人就是掌管奈何桥上迷魂五味汤的孟婆。孟婆的传说在记载之中含混不清，最早的传说记载在《山海经·中山经》之中，说是有一座洞庭山，山中住着尧帝所生的女儿娥皇女英死后幻化的江河之神。这两位女神住在九大河流汇聚的潇湘之河，每当这二位外出游玩之时，必然会有狂风暴雨的出没，而古人认为风雨之神可被称之为孟婆。远古之时的孟婆与阴司地狱并没有太大的关联，直到中华大地的历史经过战国七雄，秦朝一统天下，2世而亡，而此时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称帝，中华大地迎来了第一次长久的统一。此时建立阴司地府迫在眉睫，正好此时汉朝由道家、阴阳家的理念所孕育出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由印度流传而来了有着六道轮回观念的佛教。这佛教与道教在儒家与帝王的调和之下，逐渐的建立起了阴司地府与六道轮回体系。此时人们却发现六道轮回有着一个严重的系统漏洞，这个漏洞就是未曾生我谁是我，我生之时我是谁的问题。如果我前世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恶人，那么今世善良的我还是那个恶人吗？如果我前世是个受尽欺凌的乞丐，那么今世富贵的我还会有着一副穷酸的样貌吗？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人的心中翻腾不休，最终儒释道三家共同创造了一位神祇。这位神祇的诞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神就是孟婆。孟婆将主掌六道轮回最后一个重要的程序，那就是阻断前生因果业力，将魂魄之中所有因果统统屏蔽掉，以免投胎为人的魂直接受到前世因果的牵连。而屏蔽掉这些因果业力最终的结果，就是把那些将要投胎之魂的记忆抹去。没有了记忆，自然也不会有前世的因果相伴。虽然冥冥之中还要受到前世的福报和孽债的影响，但